近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更新了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规则，将2家中国 AI 芯片企业摩尔线程和必任科技列入了实体清单。同时，英伟达的 A800、H800、AMD 的 MI25 系列芯片、英特尔的高第2系列芯片将对中国禁售。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流行，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急剧攀升，人工智能被视为第4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战略技术。为谋求在新一轮颠覆性技术争夺中独占鳌头，美国政府正试图延缓，甚至扭转中国 AI 的发展。200多年前第1次工业革命时，对于新技术的博弈尚未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仅存在于底层民众。18世纪60年代的某天，一群暴徒闯入一户人家，砸毁了男主人发明的纺织机。这个男主人名叫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大名鼎鼎的珍妮纺织机，因此威胁到了成千上万纺织工的生计，遭到了强烈的暴力抵制。AI 的兴起则看起来截然不同。当你还在担心什么时候 AI 会替代你的工作时， AI 已经在战场上决定了人类的生或死。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打响了第1次 AI 战争。2021年5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发起城墙卫士行动。以色列凭借炼金师、福音和智慧深度等智能系统，快速有效地选择攻击目标，并根据需要使用最合适的弹药。通过数百次多种作战平台的密集精确打击，瘫痪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火箭弹阵地、火箭弹制造厂、弹药仓库、军事情报机构高级指挥官住所等关键设施，击杀了巴塞姆·伊萨等多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和高级特工。AI 系统通过信号情报、视觉情报、人员情报、地理情报等情报收集和大数据融合，可精确绘制哈马斯武装组织在加沙地带的地道网络图。以色列军方认为，使用 AI 带来了超认知能力，甚至直接称其为第1场人工智能战争。当下的俄乌战争中，每一次凤凰幽灵无人机的出击，每一枚搞玛瑙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后面是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电脑超算、卫星导航、雷达跟踪、光学感应、软件集成等多方面技术的人工智能的较量。即便这还只是弱人工智能，俄乌战争尚未爆发，美国很早就已经监控俄罗斯军队，根据卫星、电子侦察机、无人机、预警机等各个渠道获取的情报，经过 AI 系统分析发现，俄军的坦克部署、人员调动、弹药、燃料和其他补给储备，不是一场演习需要的数量，而是一场大战役的储备量。美国在俄乌全面冲突之前就预告俄罗斯将要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美国五角大楼人工智能战略指挥官、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杰克·沙纳汉说：“我们究竟该如何预见战争的发生？这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算法。如果一方拥有机器和算法，而另一方没有，那么后者就面临一场不可估量的高风险战争。”当俄乌战争刚刚打响时，国内掌握话语权的军事专家言之凿凿，俄罗斯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乌克兰，甚至有人说出了1小时22分占领基辅的神话。但是，北约的 AI 人脸识别系统这样的弱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给了俄军指挥官沉重打击，从而大幅度削弱俄军的指挥效能。由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Primer 开发的 AI 工具，能自动抓取、转录、翻译和分析俄军未加密通信的对话。美国人脸识别公司 Clearview 向乌克兰开放人脸数据库，通过其在俄罗斯社交平台上收集的图片，可以识别俄罗斯特工、指挥官等高价值人员，还能识别俄军战俘和阵亡士兵的身份，并把相关资讯公开，进行心理战宣传。这可能是人脸识别技术迄今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次应用。
在 AI 加空间技术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几乎是在战场上裸奔。在北约的支持下，所有战场情报和俄军军事手册全部输入 AI 系统。乌克兰具备了从天基、空基到陆基的全频谱战场态势感知能力。AI 可以通过深度搜索算法和传统的基于马科夫链的巨型偏微分方程矩阵计算，实时对战场进行形势判断等兵棋推演。AI 推测并评估了俄军5种不同的战役选择和发展方向。乌克兰军队可以发动几百次精确伏击战。纽约时报总结报道，美军将 AI 应用于情报搜集、舆论控制、颠覆政权、网络攻击、指挥控制、效果评估、战场局势把控等，以此操控俄乌战争走向。历史不断证明，新技术一旦具备军事价值，则不必考虑民用的商业门槛。新技术总是被不惜代价的首先用于军事。当下，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使战争的制胜机理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善变，战斗力生成的重心正发生历史性的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为已知预能的战争智能化时代提供了强力支撑。在过去，人类武器的发展共经历了5个阶段，即木石兵器、金属冷兵器、火药热兵器、机械化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每一代新武器的诞生，都意味着军事实力的迭代消长。如今，随着信息、网络、精确制导、航天、新能源、生物及隐形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发展日新月异，第6个阶段正在各军事强国的综合竞争中逐渐现身。AI 作战机器人，在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陆海空天网联合 AI 指挥下， AI 主导的无人化战争将会是未来的战争形态。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各种 AI 作战机器人已经在颠覆战争的形态。在2020年8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织的模拟空战大赛中，最终胜出的苍鹭系统公司开发的顶级 AI， 以5-0的成绩击败了人类飞行员。整个过程中，人类飞行员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往常的标准操作方法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一编导的战绩已经暗示，未来空战将会完全导向由 AI 操控，这将重新定义大国间的空战模式和航空兵器研发方向。无人武器在小国局部战争中已取得令人惊诧的战果。在2020年10月开始的奈卡战争中，陆军战劣势的阿塞拜疆军队凭借大批低端无人机就取得了绝对制空权，在战区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通过空中侦察、轰炸、引导等方式，成规模地打击了亚美尼亚陆军，消灭了大量坦克，帮助劣势的己方陆军取得优势。这场小国局部战争以夸张的结果证明了，价格低廉的无人机组即可轻易取得以往军事大国才能拥有的制空权和对地面目标的精确制导打击，并成为上一代机械化兵器之王坦克的终结者。这意味着小国局部第5代武器的战争将在 AI 无人武器的压力下被迫迭代。战争的无人化也在大国对小国的战争中得以应用。在2020年1月3日，美军派出 MQ-9 无人机，在高空用1枚地狱火空地导弹对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乘坐的汽车进行了精确打击。10月22日，美军在获悉征服沙姆阵线组织核心成员宴会地点之后，派出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当场炸死这14人。11月27日，以色列特工凭借远程遥控并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的自动机枪，在伊朗境内准确击杀了伊朗顶级核物理学家穆罕默德·法赫里扎德，而科学家身旁的妻子毫发无伤。拥有人工智能武器技术的国家可以实现降维打击，体现了该技术的巨大先手优势。这些 AI 作战机器人还是需要人工干预的弱人工智能。
不过，日益庞大和复杂的弱人工智能的每一次创新迭代，都在给通往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演进添砖加瓦。现在的弱人工智能，就像地球早期软泥中的氨基酸，没有动静的物质，突然之间就组成了生命。日益庞大的数据处理推动算力的革命，推动了 GPU 集群、大数据集群乃至专用的 AI 芯片的大踏步发展。算力提升拓宽了算法的探索空间，强化学习、AutoML 等算力密集型的算法不断取得突破，神经网络变体也不断涌现，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网络等等的复杂模型，对训练数据质量和数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大量数据源与高效标注工具与平台，由此产生了许多高质量公开数据集。算法、数据和算力相辅相成，推动着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强人工智能完全自主化的 AI 作战机器人，是武器发展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下一步。2014年，美国海军开发了无人作战飞行器 X-47B， 该飞行器可以自主完成航空母舰弹射起飞和难度极高的蓝组所着舰。2015年4月，还成功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全自动空中加油。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次测试中 ，X-47B 加满了油，准备进行第3次航空母舰着陆。人们都在布什号航母上等待着，然而意外发生了，无人机没有在舰上着陆，而是选择降落在附近的瓦洛普斯岛的空军基地。X-47B 的 AI 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来看，这个地点降落可能是更安全的选择。2018年4月，美国陆军宣布研发自主攻击目标的无人机，而陆军新一代战车的设计都将涉及自动驾驶技术，并希望他们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空军方面已成功完成无人机自适应环境变化并自主打击的演示。海军方面，美军计划在2030年实现分布式舰队的构想，装备中型无人潜航器183具和潜艇携带大型无人潜航器48具，要求未来能在港口、公开海域及主要航道自主执行超过70天的反潜侦察监视任务。2021年6月初，美海军水面开发第1中队远程操控幽灵舰队项目的流浪者号无人水面舰艇，由墨西哥湾海域穿航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海域，其中98%的航行处于自主航行模式。美海军无人驾驶军舰海猎号已顺利完成首次试航，可航行数千英里，无需船上人员操控。首批 MQ-25A 黄鲷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将于2026年部署到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作战单位日益无人化，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在空中，无人机蜂群和有人无人混编机队协同制空；陆地上，无人地面战车、战斗机器人等与人类士兵推进；在海洋，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水下航行器和机器人协同作战。部署人类士兵进行防御的概念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与各种智能化、自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无人单位共享战场。完全无人化的作战系统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它们能从海量的信息探测节点获得近乎无限的信息，并快速提取有价值信息，做出决策。当自主作战机器人在前线战斗时，基于人工智能的作战指挥将有效缩短 OODA 循环及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的时间。对抗双方通过作战指挥体系内部的高速运算，不断寻求有利的战机，一旦发现有机可乘，就迅速生成应对方案，调整体系力量，采取相应行动。整个作战指挥过程真正做到实时同步。在观察和判断方面，人工智能善于解决复杂信息认知问题，
综合利用微波辐射、可见光、波光谱、红外、声学、磁力等多种探测手段，实现对战场目标信息的高效准确采集和获取，实现目标信息的所见即所得。AI 将显著提高指挥员对多个战场空间情报的发现和深度认知能力，从海量多元异构信息中挖掘高价值军事情报信息，从而能够把握战场发展动向，预估敌我态势变化，破除战场迷雾。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2010年启动了心灵之眼项目，旨在主要通过运用智能图像处理和机器视觉等技术，对视频信息中物体的动作和行为进行辨别和分析，通过对物体动态行为信息的准确感知，以实现复杂作战环境中对潜在威胁进行识别和认知。在决策方面，人工智能善于解决复杂状态空间问题，具备针对复杂任务进行高效率的信息搜索和优化处理能力，是解决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有力武器。围棋在走法上有时的170次方种可能，比全宇宙的原子数量时的80次方都要多。然而相比于围棋，战争要更加的复杂多变，战争具有更强的战场开放性、攻防隐蔽性、作战多维化等特点。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攻破围棋的堡垒，面对更接近战争的实时策略游戏《星际争霸》，Google 的 DeepMind 经过短短2周的训练之后， AlphaStar 以2个5-0分别击败了2位顶级的人类职业玩家，令世人再度感到震惊。人工智能更善于自我学习，实现能力升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行无监督学习和机器博弈，从而达到系统性能的自我提升和优化。以围棋为例， AlphaGo 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人类对弈的3000万棋局，在通过海量的历史棋谱学习参悟人类棋艺的基础之上，进行自我训练，击败了人类顶尖棋手。而采用蒙特卡洛数搜索加深度学习算法的 AlphaGo Zero， 甚至不需要通过学习历史棋谱，而仅靠了解围棋对弈的基本规则，通过自我博弈和自我进化，迅速提升棋艺，实现对 AlphaGo 的百战百胜。我们知道，在现代战争中，当人们说指挥官在指挥战斗时，指挥官做的事情大概是穷尽一切手段去获取关于周围正在发生什么的信息，在参谋团的协助下，指挥官利用这些信息理解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基于这个理解，指挥官发布作战命令。显然，诸如自大、轻敌、贪婪或恐惧这样的情绪，必然会让指挥官的情报理解能力、决策的准确性和速度大打折扣。二战中的著名战役中途岛海战就是一个极为经典的案例。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56促使军部批准了攻击中途岛的 MI 作战计划，同时执行攻击阿留申群岛的 AL 作战计划。此作战计划以诱歼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为根本目标，是日本海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行动，需要动用日本海军当时的全部10艘大小航母、全部11艘战列舰、17艘重巡洋舰中的13艘众多轻型、小型支援舰船，还要多达28位海军将官参与指挥。出动的大小舰艇需要消耗平常日本海军1年所需的燃料，但是 AL 计划对 MI 作战毫无支援作用，反而是彻彻底底的分散兵力之举。1942年5月1日至5日，参与 ALMI 作战的指挥官们齐聚大和号战列舰，进行了一场臭名昭著的兵棋推演。首先，美方玩家将航母部署在中途岛以北，伏击南云中一机动部队并重创3艘航母，裁判却宣判无效，强令美方从珍珠港出航。殊不知，实际上尼米兹正是将航母如此部署。山本56在推演的最后，向南云中一机动部队司令部提问：如果美军航母从侧翼攻击，如何处置？司令部回答：凯秀一处，大意就是我们将轻松将其消灭。
完全没能提供实质性的应对方案。5月25日，日本海军在大和号战列舰上进行了出战前最后的兵棋推演，再次忽略美方玩家利用日军侦察机的空隙发动突袭，对击沉1艘、击伤2艘日本航母的结果置之不理。种种敷衍了事的准备工作暴露了日军内部胜利并盛行。毕竟在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海军所向披靡，未曾一败。随后推演的结果显示日军大胜，联合舰队的官兵满意地踏上了征途。相比之下，美国海军在总兵力不占优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占得先机。首先，美军情报部门从5月9日就发现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方面通讯频繁，并推测日军即将进攻代号为 AF 的目标是中途岛。在此情况下，尼米兹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冒险举动，秘密命令5月17日向日军侦察机暴露第16特混舰队的位置，以此为借口将其撤回珍珠港。同时，情报部门想出了著名的计谋，命令中途岛守军于5月19日以明码报告岛上海水弹化装置损坏。次日，如愿截获了日军报告 VF 进攻部队需要供水船的电文，由此确定了日军的目标，并且依靠破译的少量日军电文和流量分析推测出日军行动的大概时间和兵力，使得日军的诱敌计划彻底破产。最终，日本海军迎来了一次完败。AI 指挥官当然不可能改写中途岛战役的结果，但是 AI 可以不偏不倚地虚心学习这次战役全过程的数据。日后 AI 一旦要制定如同中途岛战役般复杂的作战计划，动态推演战役进展，甚至应用人类的冒险和欺骗策略，必然不带任何情绪，给人类展示令人信服的逻辑和数据，而人类总会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但人工智能什么时候能达到人类普遍智能水平啊？科学家们推测强人工智能可能会在2040年出现，距今只有10几年，而且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的进化会快得多。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花了几十年时间到达了人类脑残智能的水平。在这个节点， AI 对于世界的感知大概和一个4岁小孩一般，但是仅仅过了1个小时， AI 立马推导出了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物理学理论。而在这之后1个半小时，这个强人工智能变成了超人工智能，智能达到了普通人类的17万倍。这就是智能爆炸。当一个超人工智能诞生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全能的上帝降临地球一般。这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这是否是个仁慈的上帝？人类是永生还是灭绝？这样发展下去， AI 似乎越来越像科幻电影中的终结者和天网。AI 将会增大还是减小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呢？从长远来看，战争将彻底无人化，而人类只需要远程指挥，甚至连指挥权都将完全交给 AI。人类只需要决定战争是否开始，战争的全部损失都将变成了2国玩具的损失，甚至还可能用军旗推演替代现实战争，似乎可以避免实际的战争和流血。与此同时，强国和弱国间战争的伤亡比将会被无限放大。对强国来说，发动战争的结果将愈发趋向于零本万利，而其发动战争的所有道德负担都被凝聚成了其首脑按下进攻按键这个简单动作。美国企图依靠人工智能维持其军事霸权。2016年以来，美国防部连续出台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等文件，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美军对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布局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2025年前，以无人化、隐身化、
远程化作战平台为发展重点，构建全球监视打击体系。无人系统成为美军军事干预的主要手段。第二个阶段，2035年前，以智能化作战平台、信息系统、指挥决策系统为发展重点，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无人系统将超过有人系统，居于作战的主导地位。第三个阶段，2050年前，以强人工智能、纳米机器人、脑联网等技术为发展重点，全面实现作战平台、信息系统、指挥控制智能化，推动作战空间向生物空间、纳米空间、智能空间拓展，努力寻求智能化作战体系进入高级阶段。中国方面，2019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新技术日新月异，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更加明显，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出现端倪。中国军队正在显著地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新军事革命，我国军队正扩大使用模拟和虚拟现实，用以支持更接近现实的战争训练。在这方面，比美军的参与范围和规模更大。基于弱人工智能的军用无人机已经是井喷式发展，高空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是用于边境侦察、领海巡逻等任务。无侦八可以高超音速飞行，从2万米高空对地面进行侦察。无侦十遂行电子侦察任务，可对敌方雷达信号进行侦收和定位，攻击2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是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利器。攻击11大型隐身无人机能够在高威胁、强对抗环境下进行进攻性制空作战。2021年7月27日，央视发布微纪录片《渡海登陆119高地》，首次曝光了大规模跨海夺岛前无人机蜂群率先出击的新战法。海下及地面作战机器人方面，2018年5月底，中国开展了多艇协同集群作战的技术测试，标志中国的沙群已初步成型。7月，第4届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览会展出一艘航速80节的无人舰艇，远超当前世界各国大型舰艇的均速30节。在2019年举行的建国50周年阅兵式中，我国就展示了15001型大型无人潜艇，比美国海军更早装备。2020年，中国研制的小型无人作战车辆锐爪已经开始服役，可以完成侦察、运输和攻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7月23日更是刊文，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科技战争。西方媒体大多忽视了中国在智能工业领域推出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产品。在中国，完全自动化的工厂、矿山、港口和仓库已投入运营，首个商用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正在启动。华为在业界首先发布了基于达芬奇架构的全站和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在支持片上学习的一组器存算一体芯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该技术全面颠覆了冯诺依曼传统计算架构，可实现算力和能效的跨越式提升。同时，该技术还可利用底层器件的学习特性，支持实时片上学习，赋能基于本地学习的边缘训练新场景。该芯片实现片上学习的能耗仅为先进工艺下专用集成电路系统的3%，展现出卓越的能效优势，极具满足人工智能时代高算力需求的应用潜力。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对高端芯片的限制减缓了中国在第4次工业革命中迈向主导地位的进程。现有信息均表明，中国在着力绕过技术限制方面的进展之快，令人惊讶。在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汹涌澎湃发展趋势的当下，建设以智能技术武装的新型军队，打赢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战争，成为中国的优先发展目标。以意志的屈服，
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标志的自治能权治意识权将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最高级、最有效、最具震慑力的军事优势。